他一关门的瞬间，趴在我家楼梯上大哭，然后我就觉得不行，我要把自己表现得很好，就硬要早睡早起，然后把自己状态弄好。可是其实里面都是伤痕。影片开始之前，要帮我们订阅、按赞跟开启小铃铛哟。来个啾！大家好，我是卡卡，我是贝拉，我们是阿卡贝拉。今天是久违的卡贝诊疗室时间，因为非常多贝果都会跟我们投稿啊，或是留言，然后会有很多的感情上的问题，然后主要就是分手就占非常大一种，因为真的对，因为分手后你都会不知道怎么排解，然后如果越年轻，你交往的经历越少的话，你可能就越不知道该怎么去代谢，然后如果一个路没有走好，就很容易把自己走向歪路，就是你知道毁灭性的人生，真的，整个个性啊，未来可能也会就是不一样。你咬屁啊，慢慢，你是分手过是不是啊？北宋我是不是？对，然后我们今天就要说，其实分手后都会有很多的心态转折跟心态的变化，我们其实也经历过，但是过了这些转折以后，我们要怎么样就是面对更好的人生，然后我们该怎么样让自己变得往正路去走，然后让自己价值更高，然后当你价值更高以后，你要怎么样就是遇到更好的人，找到生命的意义，慢慢挤咬我。飞口上去了，你好烦哦！因为我们其实上网查过一些资料，就是让大家可以好好的参考之外，我们也会加入自己的故事。那我们现在聊一下，你当初在我之前的前几任，你是不是都蛮惨的？蛮惨的啊，我都是被甩的那个啊，会很不爽吧？你刚才会想说我这么正，为什么会很不爽？因为像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看看我们的影片，反正有一任分手是就是非常突然的那种，就真的很突然。不要看到他多坏。多坏，这种事情要记得。就前一天也没发生什么事情，就超突然就跟我打一通电话来说，就是觉得说我们还不适合就分手这样子。他也不算是有追我，反正我们就是有点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在一起的样子。我那时候就接到电话就超难过，就在北车的那个楼梯那边就大哭这样子。那跟我有一任也蛮像的，就也是莫名其妙就在一起，就也没有就亲了一下就在一起了，是不是很像？对，我们也类似这样子，亲了一下就在一起。后来相处也是本来相处很快乐啊，然后好像也蛮甜蜜的，但是就是你知道甜蜜的后面有很多隐藏的杀机，杀机，就隐藏的隐忧，然后就会一直觉得那里怪怪的。除了我跟一个男生是我甩他，其他都是我被分手。那时候真的会很不解很难过，因为几乎是被追的，或就是我没有主动去追过人，我都是被追的，然后或是就是可能两情相悦，然后就在一起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自己的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其实我们后来也上网去查了蛮多资料整理给大家，就是一开始你会遇到第一个心理状态就是质疑，就是你那时候都怎么样？我那时候会一直在思考是不是自己做错事情，然后想完之后也觉得说我也没做错什么事情啊，然后就会觉得说他凭什么这样对我，就是心态一直拉拉扯扯，对不对？一下觉得自己错，一下觉得是不是对方怎么样，然后就会怀疑他说还是他有喜欢上别人，还是他在外面有别的女人，就那时候很痛苦，每天都在猜疑中度过，对，就是把自己关在一个虚无的房间，但是演着后宫的戏嘛，对，那时候真的很烦，我自己也是，就会先大哭。我记得那时候被其中一人甩的时候，因为他是来我家跟我说分手，然后他就回家了。他一关门的瞬间，我那时候还表现自己 OK， 然后就跟他说拜拜，然后挂了，放了一点泪，然后他一关门就趴在我家楼梯上大哭，真的是大哭，演偶像剧那种。这个楼梯吗？对，就是旁边那个楼梯。我现在就很白痴，很白痴的。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很想要把自己表现得很好，因为我知道他还会一直看他会看我 IG， 然后我就觉得不行，我要把自己表现得很好，就硬要早睡早起，然后把自己状态弄好。可是其实里面都是伤痕，就像是有一些人就是刚分手以后会有一阵子就是借酒浇愁啊，然后过得非常憔悴。我有一段也是这样子，然后可是我刚那一段就是不行，我要把自己这样弄起来，对，我要把自己弄得很好，让别人看到觉得其实我很好。但是我那时候心里其实是想要复合的，我就是想要找机会复合，因为我觉得我们条件都算还不错，蛮相称，自己脑补觉得很相称，现在觉得一点不称。你现在跟我比较称，超称。就会一下觉得想复合，然后一下又觉得我到底
为什么要为了他哭，然后跟你说的一样，就一直在检讨自己的错误。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一直买超级多书，然后我先看自己有没有问题，然后看别人的心理状态是什么，不适合的人到底能不能在一起，或是你跟他适不适合。然后我那时候还有上网查什么分手后复合的一些 paper 没错，但是有一些是专门帮你们复合的一些广告吗？机构，真的假的？有这种东西？有人专门帮你做复合的，然后还去查价，看超贵的。哇，超贵，好像要好几万呢、就骗钱。有这种东西，我的天哪！然后还真的有说，就是可以加赖，然后先询价，先咨询，以后再决定要不要付钱。我真的还有加啊，你有咨询？然后我觉得他讲话超怪的，他语法很奇怪，但他应该是真人，可是他真的讲话很奇怪。然后我后来就觉得感觉就不 OK， 然后我问一问以后，就觉得跟他聊天好烦哦，我就没有继续聊了。你居然有做到这样的事情？我有做，但我只有做一次。那时候也会就是别人可能对方有传讯息来说你还好吗？就稍微关心一下，礼貌性那种。然后我就会想说不行，我不能立刻回。可是其实我早就看了，因为我无时无刻在看他们传讯，就一直看手机，一直看手机。然后我想说我要过一阵子再回他。其实我大概看了30分钟，我就快受不了了，甚至好久。我还要多久回？就是在一直拉扯，真的还蛮痛苦的。但是我也因为这个阶段，就是我觉得我学到还蛮多东西的。感觉你因为这个阶段变得很像心理学家，就是你可能看一堆很多心理书，你知道吗？就是现在有时候我有时候不是只要发一句，我明明就说我只想打2行字，就就打一大堆。对啊，话好多，好烦哦。就是以前就是以前累积的很多东西，刚好可以拿出来讲。对，我现在也想，我刚刚脚本才写几个字，不知道我们现在讲那么多话。而且刚刚脚本也没有写到就是要打贝拉，不知道为什么刚刚要打一下。然后第2个阶段就是绝望与难过。简单来说就是超不爽，对，就是超级无敌不爽对方，就是恨不得赶快把对方揍一拳这种。就你连拉扯完以后，就会觉得自己其实也没什么错，可能这还是有错，可是就会觉得你凭什么这样对我啊？就是开始有点恨，然后爱中生恨，有爱生恨。但是我们当然要当有素养的好宝宝，就是恨可以恨，然后可以自己把字打在手机里面，但是不要真的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情了。我觉得那时候开始会慢慢承认分手这件事情。对，然后慢慢真的知道双方可能真的是不适合，或是在一起不会快乐，然后也没办法长久走下去。这种恋情就算勉强在一起，因为你们根本那种向心力不够，所以你遇到一些挑战，很容易就是支离破碎，就你们这个团队就瓦解了，因为根本就不牢固。对，所以其实那时候会开始去承认自己你们就是不适合，就是再怎么样就是不可能再复合这样子。你那时候也是这样吗？对啊，我那时候真的是。因为那时候那一任是，就是分手后还是会每天见到面，然后我真的是看他做任何事情都非常的不顺眼，然后他跟我讲话都不理他，我是真的，我记得应该是就是直接都不理。那时候算是已经有一点点在半脱离状态了。对，我那时候也是，就是不会像一开始刚刚那么想要他一发现实动态一发文就立刻去看他有没有更新，就让他狂粉那种感觉。我觉得那种状态应该是说，就是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子受的委屈，然后那时候就可能赶快去看他的限动，就赶快看他有没有交新的啦，或者他最近状况是不是有跟别人聊天什么的。有一点啦，我那时候会很像狂粉去看他每天有没有发限动啊，发什么。刚分手的时候，但在我刚刚说绝望与难过、阿卡超不爽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开始不太会那么常去看了，就是有点像是朋友，就你有空点到才会看一下，没空就不会特别去看。然后也开始慢慢开始觉得，他发生什么事，开始跟我没什么关系，开始会觉得，那是他自己的事啊，反正他也就这样对我了，为什么我干嘛还要关心他？对啊。第3个大概是在学名上就叫重生与脱离，简单来说就是那个人怎么样，已经跟你开始不在乎了。对，我觉得这个时间应该每个人不太一样，就是可能我觉得我大概都是2-3个月。我跟你讲，我很夸张，我应该是1年。你说那个突然打电话来的说分手那个吗？对，我应该是1年。但是我觉得1年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每天都会看到，所以才有1年那么久。那如果有一天你被我甩了，你觉得你会难过多久？可能很久吧，一辈子吧。我就一辈子当尼姑，单身，吃斋念佛。对啊，出家。不会啦。你们都看到了，卡卡说他要甩我。
好，我们可以言归正传。好，反正就是从正与脱离这个状态是开始会觉得，我自己就是专注在自己身上，然后往前看。这些阶段过得越快的时候，代表你的修复期越短。对，因为你一直在那边修复，你也不前进，那当然你的人生就是停滞不前了。你状态很差，你也不会遇到下一个状态好的人啊。如果你要交往新对象，你应该不会想遇到一个状态很差的人吧？你应该想遇到跟一样光鲜亮丽，然后黄金单身。可是你要遇到状态好的人，状态好的人是互相吸引的。你需要把自己变成状态好。当你年纪小，或是可能心里面那些关卡没办法过那么快的时候，就会花比较多时间，这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你要经历下一段的话，那个时间是可以慢慢缩短那个复原期。我们自己也是，就是我在之前分手，我也是每一段修复期越来越短。当然不是说我爱的不够深，或是我们感情可能没那么好，是因为我懂得去审视自己，然后懂得去判断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分手，虽然那些伤痛或是对方做出很糟糕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种事情不需要去原谅对方，也不用特别去帮他解释，也不用特别去感谢他。但是我觉得可以感谢这段经历，这段经验算是难过的，可是要怎么样让难过的经验成为你的力量，让自己升华的感觉。反正这3个阶段，我希望大家以后如果你真的有遇到的话，可以快速经过，没事不要遇到啦。对啊，对。虽然说这3个阶段，我觉得就是分手后必经的过程啦，也不用刻意去说，就是我现在有这3阶，那我在哪个阶段我就不要经历过这阶段。我觉得这3个阶段你必须都经历过，你才可以找到就是自己真正要的东西，还有自己生命中觉得有意义的事情。老婆好棒哦，老婆好棒哦，好棒，我喜欢老婆，看起来知书达理又知性的样子。但是我觉得在这些情绪里面找到自己的生命的意义，是真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自己就是因为那一些过程、那一些经验，让我因为会有一个驱动力，让逼我一定要自己去读书，所以我看了很多心理相关的文章，不管网络上还是书籍。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又开始去规划我的行事历，然后去健身啊，去练舞啊。然后我在跟贝拉在一起，也有开始看过一些 YouTube。我会让自己生活尽量丰富，尽量的填满。不是说一定要填满，但是你让自己有事做，让自己去跟身边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可以交流，然后可能你们关系疏远了，但是你们还是有机会去联系起来，然后一起碰出很多火花。这是在你恢复单身的时候，其实可以尽量做的一些尝试。我就是因为这样子，那时候练了一个很辣的身材，然后做很多事啊，然后好像懂很多东西啊，所以跟贝拉一聊天，然后他就哇，我怎么这么吸引人啊？有好多东西可以告诉他，然后又辣，身材又好啦，然后他就立刻迷上我啊之类的。现在就是胖猪，我很快会变回蜡猪，很快。希望这集的内容对大家会有帮助，然后我们也会尽量就是做更多很棒的内容。然后我们今天的影片有一部分，有一些比较选民的东西是参考女人名的文章，我们会放在下方链接，大家有时候也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文章，我觉得很推，很赞。好，下次见喽，拜拜，拜拜。你为什么不讲话？我想说再看一下标题啊，因为我等一下打结我们可以卡掉，再重录一段没关系。